Hello，大家好，我是伟权，欢迎回来我的频道。那最近我就在处理我的八字课程的一些内容那我才发现呢，我没有在我的公开的 YouTube 频道里面跟大家来讲解一下这个不同的食神他们的一种特质、他们的性格，或者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他们是呈现这样的一个模样啦。那我记得之前呢有拍过的系列是每一个食神他的一个工作或者他的事业呢是可以往哪一方面去发展啦。但是呢，今天我就想先从八字更加基础的一个内容来谈一谈这食神不同的食神他们的一个特质还有个性到底是如何啦。那首先第一个的视频呢，我们今天就来谈一谈食神还有伤官这两种的性格的人啦。那食神伤官呢，在我们的八字里面，其实呢是你的日主所生出的一个元素。举个例子如果你本身是甲木，那木生火，对吧？所以呢，甲木的人他看到火的元素的时候，在你的八字，那所有的火呢，都是你的食神或者伤官那我们要怎么区别食神或者伤官呢？就是如果是跟你的日主同一个阴阳属性的话，那它就会是食神。举个例子，甲木如果生丙火的话，那丙火就是食神那如果是跟你的日主阴阳是不一样的，那甲木好像甲木遇到丁火，木生火，不过它是阴的火，那这个呢就是你的伤官啦。那每一个人呢，其实你都会可以看到你在八字里面你的食神伤官的一个比例是多少啦。那我本身呢已经有做了一个 app， 对吧？那大家也可以用那个排盘的工具，那里面呢它也会告诉你一个人他的食神伤官的一个比例是多少啦。那如果你的八字里面都是由食神或者伤官，或者两方都是以这两个元素呢是你八字里面最主导的话，那你呢，我就会说你这个人会比较像是一个食神或者伤官的人那我们首先就来看一下食神的人到底会是怎样的。那食神就如他的名字一样，他对吃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看重的。那在古代我们有吃的话，代表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命很好。因为呢，以前可能食物没有这么的丰盛，所以呢，如果你可以吃得很好，或者呢，你对吃是有一种追求的话，代表你这个人呢是本身的命并不会太坏，或者呢，你是可以过得非常舒服、非常享受的一个人生所以呢，在食神的人来说呢，他的人生也是这样子的。他时常呢会对我们的一些生活感官的东西，例如饮食娱乐文化、艺术、创作这些东西呢，都非常的讲究了。那对他们来说有不断新的一些刺激，或者一些新的感官、新的创作，对他们来说才是人生的一个宗旨。那他就觉得我们人生来到这个世界呢，就是要享受，就是要体验的。所以呢，你会发现这样子的人呢，他们永远都不会是乏闷的，他们每一天呢都会有想办法让自己呢去找到更多的这些享受。不过当然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不能只是不断的在享受人生，对吧？我们还是要做一些东西，我们可能要去工作，我们要发挥我们的一个价值所以呢，食神呢在事业方面他们很有可能呢是非常多才华的一个人。
他们时常呢都会去学很多不一样的事物，因为他们对很多东西啊都会感兴趣。因为通过这样子的尝试，通过这样子的学习啊，他们也会视为他们的一种新的感官，一种新的刺激，对他们来说是非常享受、非常好玩的一个东西啦。那大家其实可以想啊，就是食神有一点像一个小朋友这样子的感觉啊，因为他们对什么东西呢都会很好奇，都会想要去学啦。所以呢，在事业方面呢，你会发现他们通常呢都是很多的才华，然后他们时不时呢学了这个，他们又会开始去学另外一个事情啦。那通常会学什么呢？可能会跟创作啊、餐饮啊，或者教育啊、表演啊、艺术啊、设计啊，总之这些比较灵活，或者呢需要很多灵感，需要这个食神的人去创作的一些工作，那对食神的来说啊，都会是非常非常他热衷或者非常享受的一个事业领域啦。不过当然啊，他的这个特质呢，也会是他最大的一个弱点。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很有可能啊，什么呢都学，所以可能到最后啊，什么都懂，但是他并不是那个专家，或者呢最厉害的那个人。但是呢，对食神来说，可能不用紧 ，OK， 因为他在意的永远都是自己有没有享受。他有没有享受这个过程？他有没有享受这个创作？或者在追求这些感官的享受的时候，有没有满足到自己了？ OK， 所以呢，他并不是那么在意他是不是成为某一个领域的专家或者最厉害的那个人。在人际关系方面呢，他们其实呢也是非常容易相处的，他们会比较亲和力很强啊，他们也不喜欢跟人家吵架啊，他们的缘分呢都是会比较好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别人都是喜欢一个乐于享受人生的人，对吧？那你看到这个人呢，跟他对生活的态度啊，都是非常的乐观，非常的享受的时候，那他身边的朋友呢，其实也是很容易受他影响，然后呢，也会被他带着去。所以啊，大家记得啊，如果你们有一天出门的话，你们要去到一个地方旅行，那如果你可以带着一个食神的人去的话，那你们就可以衣食无忧了。对，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可能会花很多时间啊，去寻找那个地方呢，好吃的东西是什么？好玩的地方是在哪里？那有什么地方啊是我们一定要去的，我们一定要吃的？那可能呢，他也会安排整个行程给你啊，因为他全部呢都排完他想要去吃的东西，或者想要去看的一些地方，那大家呢就可以只要跟着他去就没事了。OK。那在家庭方面呢，其实食神的人呢，他也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的这种个性啊，其实呢，他们也会很注重他们的生活的质量啦。所以呢，如果他是在家是负责照顾饮食的，他是负责煮饭的，或者呢安排家里如果你要装修啊，你要一些设计啊、美感的东西呢，很大可能呢，他们都会是最好的那个人选，因为他们会有自己的想法，他们会懂得要怎么安排这些事情啦。OK， 好，那这个就是你的食神啦。那食神呢，如果真的要简单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它其实有点像一个艺术家，然后但是呢，他又保有一种小孩子的好奇心，或者小孩子的这种单纯天真的一个艺术家。那当然，这样子的人啊，他有他的好，当然也有他的坏啦。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所有的东西，只是呢，这个人本身的八字，他的食神，你的八字里面的食神，到底是发挥的比较好，还是发挥的比较不好啦？那当然，大家也可以去想的是，如果你的八字里面没有这个食神的话，又是一个怎样的人？OK， 那我看了蛮多八字的人啊，如果他们的食神伤官呢是比较弱的话，那其实还蛮明显的 ，OK， 因为他们呢就完全是
不那么享受人生的一种人格。那大家呢可以去观察，其实是非常有趣的啦。那另外第二个来到我们的伤官。那伤官呢，就是我们的日主所生出的，但是它的阴阳呢是不一样的一个属性。那伤官的人啊，听他的名字，其实就蛮容易直接就能理解了。伤官其实它的意思呢，就是会伤害某一些官员，或者伤害官啊，在古代呢，就是代表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在八字用语里面，其实它伤害的是我们所谓的正官。那正官呢，代表啊，就是它都是要体制非常系统、非常规则遵守的一个特质啦。那如果你是伤官的话，代表啊，你这个人呢，就是要去冲撞这个体制，冲撞这个系统，你是要破坏这个规矩的一个人呐。那你可能第一个时间你听到这样子的描述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哇，那伤官不是很不好吗？不是很恐怖吗？没错，其实在古代呢，的确人们都不喜欢看到伤官这两个字，因为呢，我们以前的生活啊，我们以前的社会呢是比较怎么说呢？我们要遵从某一些规矩，我们要遵从某一些阶级或者一些传统的规范。但是呢，来到现代的话，其实这个伤官啊，它的一个特质呢，反而好像成为了一个更好的特质。但它的特质是什么？其实啊，它就是不害怕去冲撞，或者呢，不害怕去创新的一个人。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在我们蛮多的生活里面，我们的一些所谓生活的创新啊，尤其是在创业或者我们要推出某一些科技、一些创新的科技，改变人类或者人们生活的一些创作的话，很多时候啊都是需要伤官的，因为伤官的人啊，他就会觉得过去的东西，或者这些比较死板的东西，已经大家都在做的东西呢，是非常的无聊的，是非常的保守的。我呢，就是要来改变这一切。那正因为他们的这种想法，那我们的世界啊，才会不断的往前创新，往前进步。OK， 因为如果大家都只是听从，只是遵守过去的所有东西的话，没有人去质疑，没有人去思考，没有人要去突破创新的话，那我们的所谓的好像现代拥有享受的这些所有的科技啊，我们的这些发明啊，都不会存在，对吧 ？OK， 所以呢，伤官的人啊，他其实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他们呢是他们有他自己非常独特的一个见解，尤其呢对很多一些对他非常重视的观点，或者呢他所非常在意的一些领域的话，他们总会找到一个发声的管道啦。你可以说是一个个性非常鲜明的，他不会让你感觉，他不会躲在好像人群里边，但是呢，他永远都要好像鹤立鸡群，他要站起来，那给你看到他到底相信的或者他要传达的东西是什么了。所以有些时候啊，伤官的人呢，他也会表现出一种好胜心非常强烈的感觉啦。那在事业方面，当然我们也是很容易理解。那因为你有伤官的话，代表呢有蛮多需要你去思考、需要你去突破，或者呢表达，或者去创新的一些领域呢，都会蛮重要的一个地方啦。我们会用到这个伤官，所以呢，你可以去一些新创的公司啊，或者呢在公司里面，你们是要去创新产品的，你们要开拓一些新的市场的，总之呢是一些
看起来不那么安全的东西，或者呢要改变传统或者改变旧有的东西的一些工作呢，其实都会非常适合商官的人啊。那另外呢，由于商官呢，它也是一种牲畜嘛，我们说日主所生出来的元素，所以其实商官呢，相对于食神来说啊，他们的一种表达能力，尤其是站在台前啊，或者呢跟别人呢沟通的能力呢，他们都会比较强。那对比刚才我们谈的那个食神的话，也是更加的强的，因为食神虽然说它也是一种牲畜，一种创造出来的元素，但是呢，它是更多是在内在，它是一种内在的创作，一种享受。但是商官呢是要表露出来的，它要外露的，所以呢，它的表达欲望也会非常的强。那可能你可以想的就是，他们适合的行业呢，也是可能律师啊、演员啊，或者呢一些对外可能公关啊，还有做社交媒体营销啊，或者KOL 这些行业呢，其实都是非常适合商官的了。那来到人际关系的话，其实商官的人啊，因为他们的个性呢会比较强烈，那他们做事呢也要很快，所以有些时候呢会很容易得罪身边的人呐，因为大家觉得他有点难相处，或者呢在一个职场里面，老板呢也会觉得你跟他很不合，因为在商官的人来说呢，他所有东西呢就是要表达，所有呢都是我的立场。那但是有些时候啊，老板不喜欢听这些东西的，对吧？他总要希望你可以好像配合他，或者是你可以听令于他的。所以呢，在无论是人际关系还是职场的关系里面，他们呢都会有比较多的一些摩擦、一些问题啦。但是呢，如果你可以掌握得好，就是说你要表达的时候，你可以说到点，但是呢，你并不是那一种很鲁莽或者呢非常去人身攻击的，你是就事论事，然后你是非常直接明了的去表达你的意见的话，那其实呢，这个商官呢也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能力啦。你只是需要去更加好的锻炼它，或者去控制这股能量的话，那其实呢，商官啊，在人际关系呢也是可以给你很大的帮助的。因为有一些人啊，就喜欢讲话很拖泥带水啦，或者很不直接，那可能讲了一整天，你还是不懂他到底要表达什么。那这些人呢，就是缺乏商官。OK， 如果一个人八字没有商官的话，很大可能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啦。在家庭方面的话，因为家庭也是人际关系的一部分啦，所以呢，你可能会跟你的伴侣呢会比较多的摩擦啦，而且啊，你对伴侣的要求呢也会非常的高。那因为呢，商官跟食神啊本身就是一种所谓的好像异类 ，OK， 不能说异类啦，他们有自己的一种品味或者自己的一种要求在里边，所以呢，他们对另外一半或者对家庭生活呢都有自己的一种想法，都有自己的一种想象要如何啦。所以呢，如果呢他没有很好的去控制或者去调整的话，那很有可能呢会产生很多的摩擦啦，因为毕竟呢家庭的生活啊，永远都是两个人如何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如何去做一个配合，然后生活在一起啦。家庭啊，并不是你100%去展现你的一个价值观，或者展现你想要的东西的一个地方。它更多的是两个人呢，可以找到他们共同相处的方式的一个地方啦。所以对商官的人来说啊，这个呢更加是你们核心的一个问题啊，你们要去思考，然后找到你们两个人呢都可以相处的一个模式啦。那不然的话呢，你很容易呢就跟你的伴侣啊产生冲突，因为你很多时候啊就直接就觉得我就是这个想法，所以我一定要让你知道，或者呢我一定要赢过你。OK，
当你这样子的时候呢，家庭啊就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啦。OK， 好，那如果真的要简单用一句话来描述这个相关的人是怎样的话，我个人会觉得呢，他是一个非常自信、非常向外站在舞台上给演讲，或者呢表达自己一个伟大的理想的一个人啊。好，那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啦。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得点赞、留言，还有分享出去啦。那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拜拜。